所以现在的联储也是走着钢丝，手里拿着泡泡，碰不得摔不得，恨不得时间快进到2027，让川普背锅，民主党好再演一次王者归来，救民于水火，一举赢得2028的戏码。现在川普放话要给2.2亿美国成年人每人发2000美元的分红，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又一次的放弃正路，而选择后患无穷的捷径。他这么做，一来是为了能继续夺回自己的选民基本盘，二来是为了逼迫最高院不要叫停他的关税政策。因为发给美国人的这个钱是关税收上来的，如果现在最高院叫停了川普的关税政策，那这个钱就发不了了。用特朗普的话说是这么讲的：反对关税的人都是傻瓜。因为关税，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、最受尊敬的国家，通货膨胀率几乎为0，股市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。我们每年的收入都增加了数万亿美元，很快就能开始偿还高达37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。美国的投资额创下历史新高啊，工厂和企业纷纷涌现。可以说啊，话要是说到了这个份上，这钱如果发了，基本上就彻底断送了制造业回流这条路了。拜登时期每次的发钱刺激政策出台，实际上都会伴随通胀的快速飙升和国债规模的急速扩张，然后这些钱就会像水泼在水泥地上，它不会均匀的渗透到每一个个体手里，而是会顺着原本的资金的流向，迅速的汇集到大资本的手里。简单说就是底层美国人之前的钱是咋没的，发的钱只有到手那一瞬间会在自己手上，随后就会因为高昂的物价、能源、教育、医疗、公共服务等渠道被快速的抽走，流动到大资本的手上。自由主义经济下的资本就是有着强者恒强、弱者总弱的马太效应的，而美国这接近4400亿的现金一发放，其实也就将再次验证供给主义经济学派消费刺激经济的虚伪性。最需要花钱的民众会快速的把钱还债或者换成食品日用品，钱开始顺着原有的管道集中到中小资本手里。如果美国现在用4400亿搞投资以工代赈，那么资金会从实体产业流向工薪阶层，再流动到必需品的消费，最后反哺到制造业。而现在根本没有这个实体产业的管道可以流动，钱发下去只有一个结果，会快速的从个体手中再次聚集到中小资本手里。中小资本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，扩大再生产的利润哪有金融增值香？即使美国市场有雷，那不放在市场里，也就只能等着通胀让资金贬值，肯定会快速的进入资本市场。于是资本继续做大，国债规模攀升。拜登之前的每一次发钱都验证了这件事儿。这4400亿美元不仅会快速的从民众手里流走，还会快速的推高通胀。川普发钱最利好的只有华尔街。于是呢，今天两党就快速的和解了。昨天川普还表示不接受民主党的医疗法案延长1年的建议，今天两党就取得了一致。大家觉得这一人2000块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？现今即便是美股里最标榜科技创新的 AI 相关的公司们，本质其实都是金融公司，钱撒出去，金融业再发展一回，川普的产业回流基本上就中道崩殂了。其实拜登当年第1年执政的时候也有一个大基建法案，也是随着他不断的发钱，然后就彻底没了水花的。那么如此一来，美联储也就松了一口气了，12月降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逻辑是这样的啊，随着大空头 Michael Burry 的下场，其实无论他多久之后才张开血盆大口，美国市场的雷会爆已经成为了房间里的大象。1年前如果有空头来试水美国市场，简直就是像在陆地上游蝶泳那么蠢。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这帮空头迟早是会翻出浪的。现在想的都是这雷会怎么爆，以什么样的方式爆，在什么时候爆，以及如何在爆破中大赚一笔。这一点美联储也知道，民主党也知道。可以说啊，美国经济这个雷就是现在民主党为川普准备的定向爆破的终极杀招。党争的背景下，联储会缓慢的降息，能拖就拖，不能发力，要有所保留，才能等着刺破股市的时候有弹药来救市。但是美联储又不能过于鹰派，因为市场总是提前开始交易降息预期的，如果太出乎市场的预料，美股现在这林黛玉一样的体质啊，它不一定受得了，如果提前破了，就变成川普救民于水火的戏码了。所以现在的联储也是走着钢丝，手里拿着泡泡，碰不得摔不得，恨不得时间快进到2027，让川普背锅，民主党好再演一次王者归来，救民于水火，一举赢得2028的戏码。但是现在川普发钱了，那这次联储降息就算是顺势而为了。他定向爆破那一刻肯定是作为最后一根稻草的一刻，在共和党最被动的时候才会出人意料的出手。那么这也将是接下来美国主线的重要戏码之一，大家可以用心观察。
昨天呢，被确诊患癌，但是老而不僵的拜登，又出来批判川普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俩人的状态真是像极了现在的美利坚啊，垂垂老矣，依然耍勇斗狠，贪名逐利，一点正事都不干。拜登昨天批判川普说啊，我虽然知道他是个民主制度的拆除球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真带了一个拆除球到白宫，还拆了白宫的东翼。实际上啊，真正来回摆动，撞击力度越来越猛烈的拆除着曾经黄金遍地的山巅之国的拆除球，就是美国的制度本身。这么长的看完了，关注一下吧。